祖父打了败仗后，带着我爹和伯父们跑了，只剩女眷们等死。祖母站在院中，看着这一屋子等死的人，猛地转身走进屋内。祖母从箱底翻出火红的嫁衣，她使出全身力气，将那件华贵的嫁衣生生撕碎，将破布做成了红灯笼，挂在门口，做起了进门迎上。各位爷，里面请。二娘，终于吃上饭了。老夫人，晋王带着世子和将军们打回来了，说明早就到，快逃吧！要逃吗？不逃了。那就化好妆面迎接旧客吧。高婆子，这丫头今年准备什么时候让她接客呀？老子可要来拔个头筹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母亲，我才知道，是伯父们和我阿爹来了。抛弃我和阿娘的时候，我还小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我阿爹，依稀觉得他有些熟悉。你们父王呢？父王还在行军，明早会到。旧客已至，姑娘们出来接客吧。贵客请里面坐。我想起今天一大早来送信的人说，祖母带女眷做了3年寄生萤火，让祖父名誉尽失，他一定会杀了我们，让我们快逃。世子，这里风大，随妾进屋坐吧。妾备了美酒佳肴，让妾好好伺候您吧。少陵，既然来了，进去坐坐又何妨？难道要娘在这冰天雪地与你们说话吗？原来他就是堂姐的阿爹，大娘的丈夫，怎能不恨呢？我是姊妹中最小的，对3年前的事记不大清楚，懵懵懂懂的过日子。可堂姐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刻骨铭心。将军，请吧。娘！少敏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冲动？我有些茫然，原来他是我阿爹。阿娘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裙，依旧带着笑坐在阿爹身边。别紧张，有阿姐在。原本我们是有6个姊妹的，但在我们被流放到韩川城的第1个冬天，饿死了3个，剩下的1个姊妹去年在街边玩耍时，最后在她阿娘的怀里咽了气。祖母没有去讨要说法，甚至她还在城主面前笑着说：“一个卑贱的小丫头，能被您的大公子送走，是她的福气。”那晚，祖母没有离开，她留了下来伺候城主。少女时代的祖母明艳不可方物，祖母出身钟鸣鼎食之家，本该是太子妃，却对祖父一见钟情。17岁的祖母不顾家人反对，决绝地跨上马车，追随祖父前往贫瘠的封地。她和祖父生了5个儿子，后来娘家覆灭。我不怕，我还有丈夫和儿子们。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城破时，丈夫和儿子都抛弃了她。本君昨夜问那高士，这床地之上是本君厉害，还是那远在北地的晋王厉害？你们猜，
他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说，若是能死，才是最厉害。从此，祖母的坏名声便传遍了九州，祖父成了天下人的笑柄。那高氏如此胆大妄为，就不怕晋王一朝翻身，将他剥皮抽刑吗？如今祖父已经东山再起，韩川城是流放之地，不是军事要塞。他特意过来，只会是因为祖母。怎么，怕酒里有毒？你们先喝。没有毒的。提儿、嫣儿，去将笼里的炭火加满一些。听阿娘说，我们还有8个兄弟，有婶娘们生的，也有伯父们机器们生的。3年前城破之时，因车马不够，祖父便偷偷丢下了我们，带走了他的宠姬和所有男丁。等祖母察觉的时候，只剩下一屋子的女眷面对叛军。家里6个女孩，如今就剩她们2个了。虽是女孩，但比男孩子还能干。少林、嫣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放在天都城也是1等1。少敏，提儿自小就乖巧聪慧，假以时日也会是个不错的孩子。养得再好又如何？母亲让他们在这般低贱处长大，还不如让他们死。都是为娘的错。您不用再拖延时间了。此次我们先行来到此处的缘故，想必您已经知道。我自然是知道，毕竟是我毁了你们名声，以死谢罪是应该的。只是我与你们父亲终究夫妻一场，我想再见他最后一面。母亲多虑了，我们再恨母亲，也不会让您去死。我们此次前来，是处理他们。你怎么知道吃下后不会有任何痛苦？你吃过吗？我没吃过，但见别人吃过。你都没吃过，怎么肯定会没有痛苦？你们不想吃药也可以，我可以让外面的军士进来，但那会死得很痛苦。少林，明天是嫣儿生辰，你们父女一场，让她过完生辰再走吧。爹，女儿愿死，但女儿已3年未见爹，想为爹尽孝一回再走。大哥，何必等到明天？这些毁了王府声誉的人，早该处置了。没错，拖得久了，只怕父王怪罪。老四、小五，你们怎么说？既然大哥已经答应了，那就等一天吧。正好我也有一件事要处理，那就留他们到明日。少敏，别在这个时候犯浑，外面漂亮的女人多的是。我自有主张。小五现在本事大了，连大哥的话都不听了。由他去吧。几位爷别生气，这叫小别胜新婚呐。我不知为何有些昏昏沉沉，
想睡。堂姐离开了，这里的每间房子都有暗道相连，是祖母带我们修的，从没让外面的人发现过。有时候过往之人住在这里，祖母就会在密室听他们谈话。姐姐，祖母不是说我们小孩子不能在密室偷看吗？是祖母让我来的，你小声点。魏将军，天寒地冷，请先来喝杯酒暖暖身子吧。虽然阿娘声音娇柔妩媚，可神色却很悲凉。将军，这是要写字作画？我要你给裴静写一封信，就说你已经逃到了迦兰渡，让他来接你。裴静是阿娘的恩客，阿爹为什么要阿娘给裴静写信？他们从小就不对付。裴静是长安王的幼子，你阿爹8岁时和裴静都被送去了天都城当人质。祖父跟长安王本就不睦，你阿爹和裴静也一样，从小就视对方为劲敌。谁能想到后来祖父败给了叛军，阿娘们做起了……小王爷，这就是魏少敏的嫡妻，如今可是这儿的名花。魏少卿也有今天，这榻上客，本王当定了。为了羞辱阿爹，裴静成了阿娘的榻上客。这裴小王爷3年里来的可勤，起初住几天，后来一住就是月余，最后这一次，他在咱们这儿住了整整3个月，天天都要夫人伺候，真是不避嫌。跟我走，抛下这里的一切，本王带你回封地。小王爷说笑了，妾身哪儿也不去。本王可以让你做个贴身侍女，保你一辈子生死无忧。妾宁为计不为弊，多谢小王爷好意。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？妾放不下的人太多了，小王爷说的是谁？哎呀！真是只小馋猫。我的阿提要平平安安长大。将军是想让妾将裴小王爷骗到迦兰渡，然后在那里伏击他。是。将军找错人了，妾没那个能耐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对你动了心。你写信，他一定会来。只要你按我说的做了，将来我就放过你的父母，许他们晚年安度。阿娘不是一个爱笑的人，今天却在阿父面前一直笑。只要将军与妾再做一夜夫妻，妾就写这封信。你别想耍什么花样。妾一个弱女子能耍什么花样？妾只是太思念将军了。与将军成婚那4年，是妾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。今夜之后，妾会写下这封信，也会服下那颗药丸，妾便死而无憾了。我觉得不对，这不像阿娘。阿娘恨极了阿爹，虽然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，可我就是知道。若是我不愿，那妾也不能满足将军的愿望了。好啊。姐姐，这味儿好香，我心也跳得好快啊！喘不上气了，我去外面待会儿。听说当年祖父在北地自立为帝，
这些人所过之处尸横遍野。我也乏了，回房歇息。提儿、嫣儿，今晚随我睡。刚才在五婶房里，无数让他歇歇，偏没劲。他比他哥哥们能成大事，也比他们更危险，咱们要小心。祖母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姐姐，祖母。醒了啊！我以为他们睡着了，没曾想他们这般惊醒，难怪祖母昨天叮嘱婶娘们要谨慎小心，不可妄动。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清晰的看见他。他很年轻，也很好看，和裴静不分上下，但他比裴静更让我害怕。娘，醒醒，娘！那个男人呢？他在院子里练剑。他竟然还能练剑！婷儿，婷儿，快走！站住，让他留下。解析，快点。你笑什么？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将军，您竟亲手断了我的发，拿去送给别的男人。你我早已不是夫妻。若你当时自尽在叛军前，待我夺得天下，必定追封你为皇后，一生不再立后，死后与你同穴长眠，来生再做夫妻。可你却偏偏做了娼妓，是你亲手断了你我的姻缘。我常常想念死去的4个姊妹，可再怎么想念也见不到她们。人死了，活人做再多也是没用。娘做了你最爱的栗子粥，来吃吧。待女儿梳洗后就来。寒川城主不自量力，父王来了竟不立刻开门迎接，简直是自讨苦吃。祖父屠城了。真是没用，这寒川城里都是有罪之人，死了便死了，没什么可惜的。是啊，这里都是有罪之人，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。你们都去厨房。小五，看你眼线发青，昨晚没少折腾啊。昨夜我在密室瞧他时，他都还没有。比起他从前做良家妇，滋味如何？是不是更销魂？你不会对他旧情复燃吧？可别怪四哥没提醒你，要是被北地公主知道你和江玉娘还有纠缠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不出意外，公主此刻也应该进城了。江玉娘惨喽！提儿做得好。
看来之前得到的消息是对的。要是真见到了那北地公主，要把衣领拉低一点。你要让公主知道你和少民发生了什么，要让他们乱起来，越乱越好。不行不行，阿娘不能去见那什么公主。四伯父说，若是见了，阿娘会很惨的。别担心，最惨的日子娘已经经历过了。晋王有旨，命所有人即刻前往城主宅邸。走吧，去城主府。嫣儿，在这儿给你父亲敬酒磕头。提儿也给你阿爹敬酒磕头。可今天不是孙儿生辰啊。不为生辰，只为你爹与你父女一场。喝了这杯酒，你们父女的缘分便尽了。你们要想清楚。那是他用嫁衣做成的灯罩。阿娘，家里着火了！阿婷，你要记住，永远不要回头。韩川城有1-2万人，仅仅半天功夫，死的死，躲的躲。传言说的没错，祖父是一个很可怕的人。阿敏，你终于来了。公主，她们便是你以前的妻女，还真好看，可以把她送给我吗？我要用她的皮做灯笼，一定很漂亮。她非良家女子，改日我送给公主更漂亮干净的。我们北都不在乎女子贞洁，我就要她。怎么，你舍不得？不是，公主不可。你还是担心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这城主府吧。我知道那个女人是祖父的宠妾，怀里是他为祖父生的孩子。虽然我们都出生在晋王府，但命运却截然不同。曾经他们也在沈门怀里闹腾欢笑，可现在他们却觉得自己的母亲丢尽了脸面，恨不得生死不再见。你来了。臣妾来了。你生的儿子们还是向着你，竟然让你活到了今日。是啊，都是臣妾生的好儿子。明月，你还有何未了的心事？朕今日可以成全你。臣妾有3个请求：一是让臣妾守镇城主和他的长子；二是臣妾想和陛下再吃一次饭；三是我们这些女子需同一时间死，这样黄泉路上有个伴儿。第一个，朕不能准。城主已经投降，且愿意奉出所有金银粮草，从前的事就一笔勾销。朕已经屠城，那些曾经进过你们院子的恩客都已经死了，也算是给你和女眷们一个交代。姐姐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总抓着不放只会让自己难受。也对，抓住不放只会为难自己，那便改成再看一次烟火吧。臣妾记得和陛下第一次相见，就是在天都城的烟火下，灯树千光照，花艳7枝开。
如果能再见一次那样的盛景，臣妾死而无憾了。好，朕答应你。陛下不可，他一定是在拖延时间。陛下还要南下与臣妾的父兄会合，耽误不得。也就1天的时间，不妨事。我们又多活了1日。姐姐，你在看什么？看来时的路。堂姐是晋王府第1个孙辈，生下来就被册封为郡主，1800亿。她是祖先亲自教导的，端庄娴静，诗书饱读。8岁那年，姐姐随祖母去天都城时，天子对她很满意，意图将她赐婚给皇长孙。我本该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如今却在这儿等死。姐姐，为什么跟着母亲生活，在他们眼中就是不干净？祖父他们是要得天下的人，绝不能允许身上有我们这样的污点存在。姐姐，你怕死吗？我好害怕。姐姐也怕啊。寒川城破时，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噩梦。可是阿提，怕也要走下去。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去死？为什么要让我们被天下嘲笑？被嘲笑的是你，为什么是我去死？你承受不住，你去死好了。你别跟他生气，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多久了。天下若是落在这群无情无义的人手中，会是何等的凄凉。姐姐说她在看来时的路，我却觉得她像是在等人。可我们早已没了可等之人，她在等谁呢？去，让那个江玉娘过来献舞。放开他，魏将军，她只是个人尽可夫的娼女，你不必动怒。若是你也想要，我们可以让你第一个来。放开他！我们若是不放呢？姐姐，你笑什么？祖母说的没错，他们就是一盘散沙。姐姐，我不明白，北地人不是真心帮祖父打仗，他们也想进中原。现在他们大部队进了中州，就想甩开祖父。一旦祖父和中原其他人联手，肯定会反杀他们。祖父肯定也防着他们呢。相互不信任的人一点就着，他们缺一根导火索。你是说阿娘？对，打呀！快点打起来啊！都给本公主住手！你真是个祸害！来人，把她拖了出去，为本公主的狗！原来他那条狗吃人，给他个痛快！你心疼他了？我都看到了他身上的痕迹了，是你留下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他已经不是你的妻子，可你为什么还要和他欢好？你还喜欢他是不是？阿爹没有告诉公主，他和阿娘在一起是为了写信诱捕裴静，他们各藏着心思。好，你不
说话似的，我偏不给他痛快，我就是要他痛苦的去死！又来了个送死的，拖下去和他娘一起喂狗！将军，切死不足惜，但阿提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他不该被虐杀。爹爹，孩儿最怕狗，求爹爹不要让孩儿被狗吃掉，求求爹爹！魏少民，你竟敢冒犯我们的公主！是你们不尊重在先，道歉！住手！胡闹！立刻退下！给公主道歉。我看得出，他们谁也不服气。阿提，别怕，刚才吓坏了吧？阿娘，我不怕，我是装过，我在给他们火上浇油。我的阿提，终于长大了。娘，阿爹刚才救了我们，是不是说明我们还有活下去的可能？那阿爹为什么救我们？像提儿刚才不顾一切的挡在娘身前，那才是救。阿爹可能是刚才受伤了。没事，别担心，是这里太暖和了，我禁不住热。可娘明明穿得很单薄啊。很疼吧？娘，不疼的，真的。哪里会不疼呢？只是还有更疼的地方罢了。这一夜很漫长，我迷迷糊糊的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梦。这3年来，阿娘陪我睡的时间并不多。娘很美，所以有很多恩客，即便后来她只属于裴静，裴静比那些恩客更独占，常常让阿娘几天都不能见我。阿娘身上总是香香甜甜的，被子很暖，阿娘也很暖。我想，要是光阴就这样停止该多好。我隐约想起3年前好像也有这样的时候。你快来管管你女儿。带她出去玩。走吧，小姐。我不服气，凭什么他俩在一起不带我玩？你要快点为我再生个儿子。如今兄长们都有儿子了，就我还没有。我一个人可生不出来孩子。哎呦，小祖宗，小孩子不能看，看了会眼睛疼的。快跟嬷嬷走。是谁干的？我要给阿娘报仇！是小狗咬的。那时他们还很年轻，是晋王府里人人羡慕的少年夫妻。有时候我想，那或许只是一个梦，因为太过美好，所以才被我一直记得。而我并未真正拥有过梦里的美好。现在我们3人或许也在梦里，所以阿爹才会给我们送来新衣。在看什么？昨夜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梦里有石参化鹤，人间无数草为营。可寒川城没有萤火虫，只能梦里才能见到。将军，何事？
来寒川城的第2个月，我小产过一个孩子，6个月大，是个男婴。如果将军你的还活着，现在也快3岁了，会绕在你的膝下叫你爹了。你说谎！你从未告诉过我你有孕。诊出有孕那天，我就一直在家里等将军，可我等啊等，等来的却是叛军。可能这就是宿命吧，将军的命里注定没有儿子。我不记得阿娘是否小产过，刚到寒川城那段日子，只有无尽的冷和饿。祖母带婶娘们找活计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干，可没人雇佣我们，甚至有人下赌注，赌我们什么时候饿死。那段日子我不愿回想，不想便会遗忘。娘，我真的有过一个弟弟吗？没有，娘是骗他的。可若是骗人，娘为什么还哭了？今天是我们的死期，祖母像平常一样同我们吃饭说话，等着晚上那场盛大的烟火。别怕，这里是罪恶之城，这里的人都是罪人，你父皇是在替天行道。他说了和四伯父一样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更像四伯父。看什么看？你这是以下犯上！来人，给我掌他的嘴！没人敢上前，毕竟祖母做了他们30多年的主母。你知道吗？当初并不是马车不够，才不带上你们的，是我劝陛下把正妻都留下，这样才能迷惑叛军派来的探子，为陛下离开争取时间。所以你们这些可怜虫啊，本就是留下送死的。要是你们那时候自尽了该多好，也不会这3年被千人整万人骑。你们啊，恨错了人，你们该恨的是我啊！我是王妃，怎会不知王府的车马数量？主意是你提的，但最后下决定的是他。我没有恨错人，我只是爱错了人。我回到王府的那一刻，就知道他是把我们留下掩人耳目。他和儿子们在外人眼里都是仁爱宽厚，没人会相信他们会抛下妻女。他不知一切早就被祖母看透。既然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还心甘情愿来赴死？当然是想赌他心软。宠妻不信，可他却找不到答案。这是我第一次看烟火，原来它那样美丽。我觉得这样很幸福。如何？烟火太小了。高明月，你别不知足，这里是寒川城，不是天都，我去哪里给你弄大的烟火来？虽然不大，但足够了。父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快躲起来！快吹号角，我们上当了！如今天下各王作乱，不知来的是哪一王侯。但这支队伍十分凶猛，洪水一般冲入城中。
藏好，他们都去应战了，无暇顾及我们。熬过今夜，一切就会结束。这一切是母亲用命换来的。那一束束烟火，就是通知盟友进攻的信号。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人，平静地选择了死亡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被父皇看出破绽。他们会输吗？一定会输。虽然没在酒里下毒，但喝了酒，再闻那燃着的香就会中毒，毒会快速侵蚀他们的身体。祖母知道直接下毒行不通，才用了这个法子。现在唯一的变数是我阿爹，他只喝了1杯酒，1杯酒不足以对他造成伤害。可少面最是厉害，听说天下有一半是他所打下来的，他必死无疑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因为与他欢好时，我服了相思散，他现在应该也和我一样虚弱无力。这药能解毒，快吃下去。没用的，有用的，有用的，会有用的。提儿还小，你还要看着他长大呢。阿提以后就托付给你们了。好在地形熟悉，那条狗一时没追上来，但城中到处在混战，箭矢不时擦身而过。先躲在这儿，你们先歇会儿，我去给玉女找点解毒的药。大娘中箭了！嫣儿，别哭，娘会一直在你身边。玉娘，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阿姐，你坚持住，我现在就找药给你治伤。这一夜，我们失去了5个至亲之人。我还不能死，我死了，你们就没了依靠。阿爹，你是怎么给我下的毒？毒在我的身体里，血液里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根本不是因为在乎裴静而不想写信，你是故意激我，就为了用这种法子对付我。是。你就这么恨我？早就不恨了，你不值得我恨。那你为何还要害我？因为我要我在乎的人活着。别过来！不许伤害我娘！
笑什么？阿提，丹妮姐姐，快走！你说的那个小产的男婴，是不是根本不存在？你只是为了让我心绪不宁。是。狗的身上都是血，不知道是他的还是我沈家们的。我这就杀了他，给你解恨！为什么？除了我，谁也不能杀他。阿娘想把阿爹和狗关在里面，但这医谷的门窗从外面根本关不上。带阿提向南边跑，快！娘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只有这样我和堂姐才能活。但我知道我这一走，我们母女就是永别，我做不到就这样离别。走啊，要不然所有人都白死了。我想要回头去看，阿提，你要记住，永远不要回头。他告诉我永远不要回头，可他为了我无数次回头。前方可是燕王的军士。我们正是燕王的军队。小姑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二人乃大雍朝天族第9代孙孙，当今天子乃我们亲堂祖父，燕王殿下是我们堂叔，还请诸位带我们去见燕王殿下。他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，像是已经练习过千百遍。请二位小姐随我们来。魏嫣带妹妹魏提见过陛下。原来他就是当今天子，曾经要娶祖母的人。如今天下混乱，他本不该在这里的。3年不见，你越发的像你祖母了。祖母说，孙儿更像陛下您。带2位小姐下去休息吧。我精疲力尽，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去的人说，从现场看是那条狗先咬死了阿爹，沾染了阿爹的血后毒发，再被我阿娘补了刀。只是那时阿娘也已是强弩之末，最后爬到了大娘身边死掉。她的容颜依旧，可我再也听不见她的心跳，感受不到她的体温。小姐快起，小孩子不能和尸体待太久，否则会生病的。阿娘，不要丢下我！不要！阿娘！阿娘，大娘，祖母，是你们吗？我想是祖母、大娘和我阿娘来了。至于2婶娘、3婶娘、4婶娘，她们一定也见到了他们的女儿，此刻团聚在一起。明月，是不是你？你放心，朕答应过你的事一定会办到。阿娘他们真的走了。你们可愿随朕回天都城？回去后，朕会下旨赦免你们，
恢复你们的郡主之位。那你们想要什么？孙儿恳请陛下将寒川城赐给我们做食役，家人都死在这里，我愿以寒川城为陵墓，终生在这里守灵。朕准了，传旨，封魏嫣为寒川城主，留派官员和军队协助管理，直至及夕，再调千户百姓数城，所得赋税皆由你支配。阿提年幼，封赐将来再议。去年四堂姐死的那天，祖母得知了祖凤东山再起的消息。若是能一起，那最厉害。而这些都是祖母提前与天子商议好的。她以身为引，说出了那句名言。她知道祖父一定会震怒，必定要来寒川城找他。她写信告诉天子，她会杀了祖父和他的儿子们，为天子除掉心头大患，为他的儿媳孙女争一个光明。后来的每一步都在祖母的算计之内，除了怎么都不肯喝酒的爹和北地公主那条嗅觉灵敏的狗。可能这便是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生总不得圆满。我们厚葬了祖母、婶娘和阿娘的尸身，祖父、叔伯、阿爹还有男丁们的尸身则由天子带走。听说天子要将他们挂在城墙上以儆效尤。宠姬也死在这场战乱里，不过他是被北地人折磨死的，他们本来就看他不顺眼。城主饶命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愿意生吃素来赎罪。求城主饶命，我们愿意赎罪。你们竟然以为吃素就是最大的苦，就能赎罪？传我命令，将二人凌迟处死。四妹，我们给你报仇了。现在是冬天，能开这种蓝色小花的，只有离寒川城100里的嘉兰渡。我想是裴成来过了，他看到了阿娘写的那封信，去了嘉兰渡，只是等到的却是阿娘的死讯。我知道阿娘不会喜欢，她不喜欢抛弃她的阿爹，也不喜欢折辱过她的裴静。或许他们都曾爱慕过她，但远不及她的真心和尊严。日子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堂姐18岁的时候，天下终于再次平定。天子也在这一年驾崩，据说死前还握着祖母年少时送他的一个药囊。陛下对高王妃当真是至死不渝的痴情啊！有人感叹天子痴情，可我却知道，爱慕一个人是绝对不会任由他爱恶，任由他出卖身体。我们被流放的那3年，是天子在报复祖母不肯嫁他，报复他有眼无珠，不知好歹。只是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。人死后，他又开始怀念，这怀念也被祖母算计了，才有了我和堂姐如今这富足平静的生活。我也渐渐明白人心，知晓魏家这些男子为何如此薄情寡义，因为祖上的本性，因为对权力的欲望，因为这世道，女子如物件不被珍惜。祖母正是深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提前叮嘱堂姐千万不要跟着去天都城。祖母让她在远离权势的地方要一方食役，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。堂姐如今已有祖母当年风范，将寒川城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未遂忠勇可嘉，恪守孝道，特赐黄金100两，锦缎100匹。天皇遗诏，封魏提为郡主，赐金银珠宝数车，调派800户扩充寒川城，皆为郡主食役。我和堂姐流着泪向他们伸出手，他们落在我们的手上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我们带着他们走进城中，让他们看烟火之下的百姓欢声笑语。这里不再是罪恶之城，也没有罪恶之人，有的只是2个相扶相守的少女。他们会带着对家人的无尽思念，
福暖四季，风和尽起。